这一集我们来到黄河边，在八朝古都开封探索城洛城的奇观。孙子兵法以水喻兵，兵行如水，所谓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然而纵观兵学盛典13篇，有火攻篇，却没有水攻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而水攻却是玉石俱焚的惨烈打法，让一座繁华的都城顷刻间淹没在汹涌洪涛中，黎民百姓家破人亡。一条黄河千余里，冤气苍茫成黑云。这里就是黄河柳园口段。黄河是一条悬河，水面高出两岸地面，掘开堤就可以轻易地引水灌成淹敌，适合水攻。却也由此孙武都不敢教的水攻战法，屡屡给黄河沿岸人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祸。470米后红绿灯直行。这里就是开封博物馆。黄河泛滥2000载，淹没开封几座城。公元前365年，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，凿鸿沟，兴农贸，使开封成为天下名都。公元前225年，秦将王贲攻魏，利用连接汴水、黄河与淮河的鸿沟，决河灌城。只见蛟龙吐雾，蔽天黑，不闻哭声，闻水声。顷刻间，大梁城毁，魏亡。公元1128年，南宋东京留守、生性残忍好杀人的杜充，为阻金兵南下，决开黄河，顿时浊浪排空，倒山岳，淹死百姓20万以上。宋朝最为富饶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，千万人无家可归。公元1642年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，明守臣高明衡决河堤，水灌起义军军营。起义军又在上游决河堤，二水汇流，冲灌开封。大水过后，开封城37万人，仅存2万余人。高大的城墙几近淤平，繁华都市顿成黄沙百草，一望秋虚。在开封，考古学家发现，地下3米至12米处，上下居然叠压着6座城池，构成了城洛城的奇特景观。靠右前方进入花园口。公元1938年，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，国民党新8师扒开郑州花园口大堤，黄河水一泻千里，酿成震惊中外的人间惨剧，死亡89万人，390万人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，更是随后引发1942年河南大饥荒，数千万人沦为难民，300万人死于饥饿，影响之广，以至于汉语里多了一个苦难的地理名词——黄泛区。汹涌的黄河屡屡被疯狂的战争利用，以至于受难的百姓称其为亥河。黄河安澜系国运。公元1887年，河南郑州发生黄河大决堤，灾民遍野。清朝国库空虚，
户部尚书翁同龢停买海军武器，筹措了上千万两银子，堵上了黄河决口。故此，北洋海军很少买新武器了。1894年，中日甲午海战爆发，北洋海军一败涂地。如果1887年郑州黄河不决堤，北洋海军军费充足的话，历史会否改写呢？黄河因为是悬河，所以河面比两岸高，一旦暴雨，两岸城镇便无法利用黄河排水。2021年，紧挨黄河的郑州就发生了720郑州特大暴雨，整个城市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这是巩义市的十字路口，你看雨有多大？排水很不畅。我天哪！十字路口就跟黄河似的。我们这次黄河行7月11日从开封洛阳至郑州花园口，待了2天就离开了郑州。一路上也切身感受到了两岸城镇排水之难。油门千万别松，闷住了，低了，档位放到低了，闷住，别轰油，别加速，闷住，闷住，千万别加速。好了，就好好开车吧。如今，通过在黄土高原植树造林，昔日浊河的黄河水正在缓缓地变得清澈起来。另外，每年汛期前，小浪底水库会进行调水冲沙，人为制造大水流洪峰，以水冲沙，将河床的淤沙送入大海。有了这些措施，也许未来有一天，黄河不再是悬河，沿岸城市可以利用黄河排水，减轻暴雨灾害。我们祈愿那一天的早日来临。和平时期自然没有人灾水工的痛苦，然而黄河依然是极为凶险的，不时就能听闻黄河溺水事故。前天下午，有人在这干嘛呢？是他们上河边玩了，去河边玩，但是那个水这个并不大呀。到了它河，那个地方是河的中心。那他们走到河中间去了？不是，它在水边，但是这都是修起来的。那一条河的水
有水的地方是河的中心，以前的河的中心，那个地方有点低，他给小孩带在水边，小孩拿一个小桶去掖水的，一些不重心，然后那个在河边拿水桶去提水玩是吧？就是这么高一个小桶，这么去掖水，一些桶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他爸爸去捞他了，一捞也没有，但是孩子都没有出来，没有，到现在都没找到。冲到黄河里去了。不知道是冲走了还是现在没有问题，他们找不到人。就在前面多远呢？前面2里多地。那当时就他俩是吗？还有别的家人都在吗？这个里有他小两口的一家人，3个孩子，这个是小的掉下去了，还有2个大的。但是我们在旁边，那时候就3、4点的时候正热的，我找这路边上的马路边上有凉快的地方，我休息了，我在休息，我看到那个消防车从这过来，我就在路边上，消防车过来了，我说这地方没有工厂，消防车来这干嘛？心里都想的，但是又停了半个小时，我骑着车过来了，看见消防车在路边，这边停一个，那边停一个，那下面还有一个救护车，还有个警察车，那灯在一闪一闪的，我都说有事了，我就问那个扫地的，我说那里是不是打架了？他说不知道，我都说可能不是的，我说是不是谁掉到黄河里了？掉下去2个，那时候都半个多小时了，后来我都骑着车，我们好多人就在这，我们卖瓜，我们2个人在卖，我骑着从那里过去了，过去说去了，他说我比你知道的早，他说我比你知道的清楚，他说掉下有半个多小时，那时候人都死了了，谁知道冲走了还是现在下面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活着没见人，死着也没有见尸体。掉下去的人都找到的都没有找到过。它是一条生命，死了什么人没有？是。按说这儿你看都拦着呢，都不让人家全部都拦着了，那人给他弄开了，他要去死了。那铁丝嘛，一拧就开了。甜瓜，黄河滩甜瓜。您的瓜怎么卖？我的瓜4块一斤，河滩北边种的。就在河滩北边种的。对，可好吃了。哪个好吃？还新鲜还甜。这个哪一种好吃啊？这4种都好吃。这个你别嫌它难看，这头产瓜，头产老根上结的，可甜。这瓜长相都不一样，4个长法。这个是74，这个是8里香。这个是61，这个是白糖包，可以猜着。品种不一样。品种不一样，但是都好吃。可以一样拿2个。价钱都一样。价钱都一样。这正好20块钱。这个不香啊，这酸摘的，这几个酸摘的瓜，你看瓜吧，放到明天下。黄河河底呈鱼背状，两岸水深，中间水浅。汛期时，岸边被冲出7、8米深的深槽，松散的沙土岸随时可能坍塌。这再来几场雨，这边就滑坡就滑没了。看这路好窄。多危险！这是刚刚塌掉，别太靠外哈，会塌下去的。这已经不沉重了，你看这底下都空了。而塌方引起的大漩涡，大多数落水者即使会游泳，
呛水后也会被漩涡沉入河底。入黄河溺亡，真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在表边风平浪静的地方，黄河依然危机四伏，水情复杂。刚刚觉得水深才没过脚面儿，但往前一步却是几米深的陡峭峭壁，而且黄河淤泥非常容易陷人。灾难让黄河儿女更加坚韧不拔，催生了璀璨的中原文化。开封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就闻名全国。这样是吧？可以了哈，我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淡。烫的还搁这儿，然后把它掀下来。不能太浓啊。好，大功告成了。下一集我们前往洛阳，游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——龙门石窟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